欢迎大家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今天是一个特别节目，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我们的 N 型理论的最后一堂课。今天我会从初级班一直到专业班这个地方，给大家把 N 型理论这个地方的逻辑跟基础重新的复习一遍，让大家更清楚 N 型理论。好，接下来我们看了一下，这是初级班跟中级班的课程。它的原理在于说，一个 N 型它有4个节点 A、B、C、D， 那重点在这个地方，在回档的过程中呢，它要守住1/2，什么的1/2呢？就是 D 减到 A 的1/2。如果它守住以后，大家就可以把这个 N 型复制贴上，然后你就可以算起涨 N 型大概有多少时间、多少价位。那我测幅 N 型也估大概的时间、大概的价位。当然，它有可能是1:1，也有可能缩短，也有可能延长，因为那要看整个市场资金以及公司的基本面状况而定。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那起涨 N 型加测幅 N 型就变成一个初始 N 型，所以初始 N 型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线，这样可以画出来一个初始 N 型，然后完成以后就回档。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在专业班我们跟大家讲了什么？因为初级班跟中级班都是介绍回档有守住1/2，但是回档如果跌破了1/2，那该怎么办呢？大概有3种情况。我们先来讲第一种情况，就是 N 上加 N 下。它的意思就是说我回档跌破1/2，然后我反弹的时候，我这边有一个跌幅嘛，哈，那我这个跌幅就是所谓的2高到2低的地方。如果我反弹不过1/2的话，那对不起，那下跌的 N 型有可能再扩大，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很惨了，它几乎跌回原点。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手上股票检视一下？从2020年3月一直到2022年3月，如果接近这个点的话，那其实就是这几年就是白忙一场。那如果你是幸运买到的所谓的 N 加 N 的股票，虽然这时候有回档，但是它守住了1/2，你是不是以长期来看还是有一定的报酬率呢？好，这是跌破1/2的第一种情况。那跌破1/2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它虽然跌破了1/2，可是它在反弹的过程中呢，它有把2高跟2低1/2的地方它做一个突破，所以呢，它整个格局就会呈现一个盘涨或盘整的部分。那盘整就是不过所谓的低点，或者是说小幅过低点。那盘涨的意思就是说，它会比低点再高一点。好，那第3种情况就是在虚拟货币里面出现，就是说它因为筹码相对比较有限，又有资金行情，所以当它跌破了1/2的时候，它在扩大 N 型的部分照样走45度的攻击。那这部分的话呢，我会在下一季的部分跟各位介绍虚拟货币的时候再仔细的讲清楚一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实力的部分。上个礼拜有讲过，就是说台象这个原物料股呢，因为利差的扩大，所以最近4季的EPS 都是逐季上升，那造成它股价也相对强势，所以我们看它完成一个初始 N 型的时候回档守住了所谓的1/2，那接下去是不是N 型会再去做扩大的动作？这时候你就会问我啦，那我是不是可以去预估它的时间，预估它的价位？没有错，你可以做一个合理的预估，但是你必须知道股价是跟着基本面相对有关的，如果它未来的利差呈现缩减的或持平的状况的话，那它后面的扩大 N 型这个地方就有可能走失败 N， 或者走关键位置到 N 型。如果它的利差还是持续扩大的话，那它就会跟它的初始 N 型一样，涨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幅度，也给你一个好的报酬率。那接下来我们再讲另外一只股票振兴。振兴这边的话，它逐季的 EPS 受到利差缩减以及下游需求不振的因素影响之下，你可以看到它的 EPS 是逐季的往下衰退。那你就说，哎呦，好奇怪哦，那个基本面出来数字衰退，为什么股价涨？最主要原因是说，之前这个地方是属于资金行情，那资金行情既然启动的话，它回档的过程中，既然又守住了1/2，它就必须把1、2、3、4高走完，就技术面而言。可是它走完以后呢，它必须面对现实，就是它的基本面是衰退的，所以它在回档的过程中变成一个 N 上加 N 下。那你说呢？我不懂基本面啊，那没关系。那在回档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发现它反弹都不过1/2？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不小心套牢，那没关系。你当下跌的过程中跌破1/2，你心中已经觉得不妙，反弹1/2，你就要卖掉持股或者是加空。那你这一段如果你做空单赚到的钱，是不是可以弥补这一段的损失呢？所以说，股票第一个你要先看懂冰图，看懂冰图以后，我们才可以灵活的做策略的变化运用，不是说只单方面做多或单方面做空。OK， 那讲完这部分大家应该了解。好，进入今天的主题的部分，
就是 N 型扩大。好，N 型扩大的部分一样，我们就是讲了起涨加侧幅是个初始 N 型，回档如果又守住1/2，好，我们再把它复制，然后再把它贴上。那贴上这个新成的 N 就叫扩大 N 型哈，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扩大 N 型它也会分起涨 N 跟侧幅 N，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边的时间、这边的价位合理去推估，大概的时间、大概的价位一样，跟我之前跟各位讲的，跟每只个股还有每个国家的政经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扩大 N 型这个地方也有可能受到基本面不佳或资金退潮影响，它这个地方可能呈现一个失败 N 或一个倒 N 型，那所以最后扩大 N 型有可能只是走出一个盘整的格局，所以大家要了解清楚。好，接下去我们看一下，这个 N 型扩大这边就是所谓的初始 N 型，就是一个大 N，OK， 然后扩大 N 型这边也是个大 N， 所以就是 N 加 N。那我们等一下会介绍这个 N 加 N 完以后，就是 N 型再怎么做扩大。那我们这边这张图要讲的重点是，不管是1高、2高、3高或4高，他们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节点这个地方，第一节点结束的时候，它回档有可能守住1/2，也有可能破1/2。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懂基本面，你可能知道回档会不会守1/2。如果你不懂基本面的话，你可能在节点的部分，就是相对的高点，你要先卖掉。那如果有守住1/2的话，量缩你再把它接回来，有机会再往上攻击。如果跌破1/2的话，那它接下来可能走盘涨或盘整，那比较惨的情况它就是 N 上 N 下。所以我们选股尽量选回档守住1/2的股票，这样子比较容易呈现45度的攻击。所以这张图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叫做初始 N 型，这个叫做扩大 N 型。好，接下去我们去看一下，那不论哪一个节点，1高、2高、3高、4高都是一样会面临回档的问题。那回档大概比较常见就3种，一种是守住1/2。好，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2020年3月涨上来，然后到了2021年底或2022年初这个地方，很多个股这个地方已经明白是做了1、2、3、4高。有些个股它就是不跌，不但不跌，然后一下子大盘在跌，它还是持续往上，因为它回档结束了，守住了1/2。那有些人呢，回档破了1/2，可是破了1/2以后，它又反弹的时候又超过跌幅的1/2，所以它在走一个盘整跟盘涨。那有些个股呢，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举例的，它可能提早在2020年1月就开始跌了这边跌了，然后到了这边又变成下跌 N 型扩大，所以大家要先懂得冰图，然后就会比较容易选股票。那这个地方一样，就回档破了1/2，它再涨有可能盘整或盘涨。那如果反弹又不过下跌的1/2的话，它就会 N 上 N 下就滚回原点。好，讲完这个的话，我们直接看实例。那这个实例的话呢，这我是举了一个电子的分类指数，那它是电子通路的指数。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初始 N 型这个地方是从2018年的10月涨到2020年的1月，然后回档到2020年的3月，然后接下去涨到2021年的4月，是不是就呈现一个 N 加 N？好，那这个地方它一共上涨30个月，然后回档有没有守住1/2？根本连算都不用算，大家去看这个地方的这个价差就知道，它回档很成功的守住1/2，所以它上涨 N 型是不是在扩大？大家看看这个的时间，看看这个的价位，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估了？那在这个地方，大家就会说，那它为什么涨那么凶呢？你们还记得我们在中级班讲的所谓的波浪理论，就是 N 型理论里面的2高加3高的部分是主升段吗？所以这个类股它现在是在涨主升段，这些45度的攻击都是非常合理的。所以只要你了解了整个形态，了解的越多，那自然而然你操作起来就非常顺畅，不会说在大盘在跌的时候，它在涨的时候，你会想说，这个我到底可不可以接啊？接完会不会暴跌？那如果你懂得形态，你就知道它的形态会怎么，后面形态会怎么走。它其实就是 N 加 N 的形态完成以后回档一个 N， 接下去你把这个地方再复制过去就一样了。那同样的道理跟大家讲过，没有绝对的。那如果说它的业绩后来表现不好的话，那后面攻击的 N 型有可能是倒 N 型或是失败 N。好，我们再看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个例子是恒生指数，它跟大家一样是从2018年10月涨到2021年2月，跟国际股市比较起来，它是比较早完成了1、2、3、4高。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提早完成，所以它下跌的时间也跟着
拉长，那我们会发现到最后结果就是 N 上 N 下。说我不懂啊，我不懂正经啊，那么复杂，我怎么会知道？那没关系，至少你知道它下跌的时候反弹有没有过1/2？没有嘛，没有，所以它就再下跌嘛。在下跌的时候，它反弹有没有过1/2？这一段的1/2还是没有嘛，所以下跌 N 型就扩大了。这样大家了解了吗？其实只要你了解 N 型理论最基本的，然后会推演的话，你就知道你手上的标的未来该如何走了。好啦，N 型理论现在我们一共推出了4集，就是让大家了解冰图，知道你的介入是在什么样的点位，未来的走的方向是什么。接下来你就问我说啊，那我到底要选哪只个股呢？不要着急，下一堂课我们就进到了龙行8步，就会教大家如何选股，而且可以选到标股中的标股。所以欢迎你下个礼拜继续收看我们的初级班，然后介绍龙行8步。好啦，到了最后尾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分享、订阅，并开启你的小铃铛。OK，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拜拜。